小草，哈哈哈哈，爹可算又见到你了。爹，真的是你？不是说要去铺子里查账吗？嘿嘿，这不是想我闺女了，那就过来看看咯。反正都是要出去查账的，先去哪里都一样。长高了，也沉了，小脸上也肉肉的，好啊，好。那可不，我长高了不少呢。再说了，刘婶和香信现在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能不长肉吗？你这小丫头，还嫌弃肉多，爹觉得就蛮好，可爱极了。走，跟爹上马车里。好，爹，你们在府城怎么样？这次出来多久了？打算下一站去哪里？娘，她怎么样？哈哈，我们都好着呢。你娘现在身子重，不能出远门，不过倒是给你收拾了许多衣服和小东西，一会儿拿给你看。你爹我呀，从府城出来第一站就到你这里了。你在医馆怎么样？最近忙不忙呀？忙，我最近天天去医馆，倒不用干很多活，就是最近要去陪师母用饭，陪她说说话。你师母的情况很不好吗？是啊，自从师父去府城给白英哥筹办婚礼之后，师母就一直郁郁寡欢，后来身体还一度虚弱的不行，我们都怕她出个什么事儿，便天天过去陪她。也不用担心，我算过日子了，师父这2天就要回来啦，等他回来了，师母自然就好了。我听刘大夫说，师母下个月就该生娃娃了，师父正好能赶上呢。让人把平安找来吧，或者我们去找平安。不行，不能去医馆，还是让大河把平安哥找来才是。玲珑，让大河去医馆把平安哥找来，有急事。是，姑娘。小草，出了什么事儿？这么晚还无过来啊？爹，平安哥来了，你快说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当日在府城，我也去参加了白英的婚礼，办得很热闹。那天宴席还没有散，便来了几个趾高气扬的客人。好在他们见当时在办喜事儿，也没有闹事儿，还随了一份礼。这不是挺好的吗？那些人又不是来闹事的。当天宴席散了之后，我便离开了，打算第2天过去跟七兄上一个日子，打算同行来这里。他呢，担心家里人和医馆，我也想先来看看你这丫头。但是当我第2天过去拜访七兄时，还没进门，却见到他被几个陌生人给带走了。他的妻儿都哭丧着脸在后面哭天抢地，一时情急，我才骑马追出城外。那些人是什么来头？居然就这样把师父带走了。我追出城外之后，才发现那些人并没有限制七兄的自由，也允我跟着他们的马车与七兄对话。那些人来自京城，之所以这么着急带走齐大夫，是因为宫里有贵人生了怪病，有人推荐了七兄。那些人原本打算去县城医馆找人的，结果在半道上听说齐兄人在府城，便直接过去带人了。齐兄只交代我来县城的时候跟家里报一声平安，可是刚刚听丫头说到你们师母的情况，我这一趟哪里是报平安呀？是宫里什么人病了，居然大老远请师父过去？还有，究竟是谁向贵人推荐了师父？到底是什么居心？给那些贵人瞧病哪有那么容易？师母现在天天数着日子，就盼望着师父回来呢。这让我们怎么告诉师母这事儿？最后2人总算是决定，在师母那边还是能隐瞒就先瞒着，免得她早早就开始胡思乱想，最好能拖到她肚子里的娃娃生出来才好。啊，小叔，你爹这次来做什么？不会是要带你去府城吧？不是呀，我爹他出来查账，顺便带个消息过来。哦，查账啊，那就好那就好，我还以为他要带你离开呢。放心吧，我就在咱家，哪里都不去。哈哈哈，今天这事儿办得漂亮。确实解气，谁让那伢子先前不厚道的呀？他们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么高兴？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们这2天在忙些什么。哎呦，方二爷回来了。傅二爷好久不见。魏老爷，蓝二爷，好久不见。爹，二伯，
你们回来啦！刘婶那边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我这就让她摆上。嘿，哈哈，刘嫂子这几天把我们的喜好摸得一清二楚啊，做的尽是我们喜欢的。哈哈哈哈。今天都是自家人，我特意准备了小草酿的好酒，可以多喝几杯。好，没想到小草还有这手艺呢，今天啊，一定要多喝几杯。小草在封家过得这么好，凤二爷真是辛苦了。是啊是啊，所有人啊都宠着这丫头，你比我们对她好多了。哪里，小草也是极厉害的，时时处处都想着照顾我，倒是我这个当小叔的被她照顾得更多一些。嘿嘿嘿，我们是一家人，小叔对我好，我也照顾小叔。对，我们是一家人，相互照顾是应该的。魏康这会儿心里有些酸酸的，眼前丫头原本是自己的亲闺女，但是却明显跟丰盛更亲近一些，不愿意跟自己回府城，自己还不能有意见，真是心塞呀。哦，对了，爹，你和二伯先前回来的时候特别高兴，是不是碰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啦？确实是件好事儿啊。爹，您倒是说呀。二伯，您说。我跟你说啊，小草，今天啊，你爹在隔壁巷子买了一套院子，2进的，还带了一个小花园。虽然啊没有你们家这院子大，不过布局什么的都挺好的，收拾的也干净，就留下来了。起先那伢子还想多坑我们些银子，结果遇到了你爹这样经常在外面做生意的人，2三下就被绕进去了。你爹呢，愣是把价钱给压去了3成多。真的？爹你在这里买院子啦？做什么用？魏老爷是要常住吗？哈哈哈，我在这里常住不了，只想每年过来看着丫头的时候有个地方住，而且我打算在那院子收拾出来一个小院，这丫头想过去住也行啊。啊，小草在家里住的挺好的，这里照顾她的人也多。凤二爷，我也不让她一直回去住，只是我每年过来看她的时候让她过去住几天而已。平常住冯家挺好的，她一个人过去住我还不放心呢。这还差不多。那明天带你们去看看那个院子，顺便听听小草的意见，喜欢什么样的，回头让师傅照着你的意思来改。好，我跟小叔一起过去。哎，好，到时候给冯二爷也收拾一个院子，免得这丫头到时候住得不安心。我就不用了吧，如果小草真的住不习惯，我回来住就行了。哦，要的，小叔难得回来一次，我希望跟小叔相处的时间长一些。哈哈哈，好，既然我这次也见到冯二爷了，很感激你们对小草这小丫头的照顾。等明天带你们瞧过院子，我后天就该离开了。毕竟这次出门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离家时间长了我也不放心。照顾小草是我应该做的，魏老爷不用感谢。那天兰草和丰盛就被兴冲冲的魏康和郎安平拉着去看他们昨天买的院子。小叔，快来看，这里有个秋千呢，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秋千，我来看看。老三啊，咱们兄弟2个还真不如封家兄弟，他们对那丫头啊是真的上心啊。哈，这也不怪小草那丫头更亲近封家人一些，毕竟只能尽量弥补那孩子了。只要我们用真心待小草，他也会把我们当家人的。你说的对，只能用真心换真心。放心吧，姚草在县城会过得很好，姚家也有那么多糟主事，他不愿意去那就不去了，我离得近，有事儿也会照顾一些的。要不然我给二哥在县城里安排个营生，你带着嫂子和侄子来县城生活。哎，不了，我跟着几个大舅哥也不是没事干，可不能让他们觉得我言而无信啊。小草，你说要不要在家里多装几个秋千啊？反正你和小慧都喜欢。我不用，家里有一个就行了，我就是单纯喜欢荡秋千而已。真的不用？可是我看你很喜欢啊。真不用，家里有一个就够用了。二哥，难道你不愿意跟二叔一样，把一家人都带到县城里生活？你知道的，只要你愿意，我会给你安排好的。哎，真的不用了，小浩现在被大舅哥教得很好，李先生呢又看中他，正是潜心读书的时候。我们继续在村子里面住几年吧。老三不用担心我们一家，几个大舅哥会照顾我们的。好吧，既然二哥主意已定，那我也就不强求了，回头给你留些银子好了。爹，
二伯，你们怎么了？小草放心吧，我们没事儿，只是有些舍不得爹爹离开而已。下次见面啊，就要1年以后了。是啊，这次分别又要1年以后才能相见了，只是不知道小草下次能不能见到他亲娘。应该不行吧？弟妹现在才几个月的身孕，明年这个时候只怕孩子还没有半岁呢，哪里能够出得了远门呢？那倒是，毕竟孩子太小，真不适合出远门。那就等孩子再大一些，然后带他来见见自己的姐姐。还是别了，弟弟妹妹太小了，就不要在路上奔波了，遭这罪干啥？等下次我去府城了，就过去看他和娘。对，过2年我们还真的要去府城一趟，到时候再去看小侄子也是一样的，就别在路上折腾了。好。魏老爷是打算把老高留下来吗？让他看着修整院子？老高要跟我一起查账的，他可不能留下来。我呢，想向冯二爷借个人，然后请二叔一起看着就行了。我来安排，或者小草安排个人也行，就照着刚刚说的样子来修整就行了。我可不懂这些。没事，该怎么修整都会有图纸的，你只要安排个人就行了，然后时不时来看一眼就行。好吧，就让大河来干这件事好了，反正他和叔公也比较熟悉。小叔看怎么样？这个可以，他们俩之前可是熟得很。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那边的院子就让你叔公和大河看着修整，等院子整好了，你们随时过去住都可以。好，等院子修好了，我过去看看。我让老高又买了1房人，以后就守着那院子，这是卖身契，免得他们不听话，我又离得远，不好处理。这个您收着吧。拿着吧，如果有那不听话的，敢以下犯上的，直接处理了就是了。我可不想你受什么委屈。好吧。这个魏康真是狡猾，净想着收买这丫头，是不是还想着把人带回府城？不行，得防着点。饭桌上，魏康絮絮叨叨交代了许多让兰草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话，兰安平时不时在旁边跟着附和，听得风声牙疼不已。不过好在他的教养还是好的，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事情来，而是热情地劝2人喝酒。几人吃完饭之后，时辰已经不早了，兰草安排大河将魏康2人送回客栈，自己则打算带着玲珑出门。小叔，你不回去睡觉，守在这里做什么？你要出门干啥去啊？难不成他要抛下我跟着魏老爷回家？我在家好好的，还回哪个家？小叔，你是不是醉了？你不是要跟着魏老爷离开，会继续留在家里？当然不离开，这里是我家，我为什么要离开？难不成你想赶我走？嘿嘿嘿，不走就好，我以为你要跟魏老爷离开呢。喏，这是解酒丸，你先吃1粒。真是的，明明知道我酿的酒劲儿大，还一杯接一杯的喝。这下好啦，醉了吧？嘿嘿，这不是有小草在吗？醉不了的。小叔，来顺呢？让他带你回去，我得给平安哥送些东西呢。二爷，咱回去吧。等会儿，你这丫头怎么又要出去啊？我去给平安哥送些东西，他明天就要启程去京城找师傅了。我准备了一些东西，请他带过去。哦，他要去京城了？那我跟你一起吧。小叔，要不你还是回去休息，你这个样子不好出去吧？没事的，不是已经吃了解酒丸了吗？不碍事的。那好吧。哎，凤少，你喝酒了？我没醉。听说你明天要去京城，就一块来看看，顺便给你送行。是啊，明天去京城找我师傅。难为你喝了这么多酒还来送行，喝过醒酒汤了没有？我让人去熬上。没事的，平安哥，刚刚在家里吃过解酒丸了，一会儿回去睡一觉就没事了。这样啊，那赶紧进屋坐一会儿。不了，我就在院子里吹吹风，还能清醒的快一些。这丫头找你有事儿，让她进去说吧。这样行吗？真是的，做什么喝这么多酒啊？喝多了还不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睡觉。
小草大晚上出来我不得守着，万一被那个魏康给偷走了可怎么办？得先把他灌趴下才行。先前我还有些疑惑，小叔今天怎么会喝这么多酒？感情是因为这个。小叔，我不会离开家的，家里还有你呢，我哪里都不去。不离开，不离开，家里多好，姚家不好。大河，你在这里守着，我交代2句就出来。玲珑把东西带上。这里面是什么？有我写给师傅的信，还有一些药材，一些常用的药，希望能帮上师傅一些忙。好，这下我一定带给师傅。还有这2个包袱，是给你和大壮的，都是一些路上能用得上的东西，有刘婶准备的干粮和肉干，还有一些点心什么的。那就多谢小草了。听说师傅的病人是被大火严重烧伤的，箱子里有2瓶药膏，效果极好，到时候可以让师傅试试。放心，我一定会把东西交到师傅手里的。或许师傅就有效果极好的药膏，说不定这会儿已经配置出来了，我这也是以防万一。我知道了，那师母就交给你了，这边有消息了，记得传线过去，让师傅和我都放心。医馆暂时不会有事，窦掌柜和刘大夫都能处理，我和师傅会尽快回来。好，我会照顾好师母的。你们说完了没有啊？明天还要赶路呢，我和小草就回家了。明天魏老爷要启程去巡查铺子，你二伯也要回家，平安和大壮去京城，我去县学，就剩你一个人了，会不会不适应啊？小叔，你明天去县学我就不送你啦，我想送我爹和二伯。没事儿，小叔都是大人了，去个县学而已，不用送的。第2天一早，在这里乖乖的啊，别委屈了自己，想回家了就写信爹来接你。我知道你平时事儿多，要学的东西也多，累了呀就歇歇。你还小，想玩就玩。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每到一个地方都给你写信，给你讲这一路的见闻。等你再大一些了，如果想要跟爹一起出门，也就带你出门。县城这几个铺子呀，都交给你打理。你娘她其实也很想你，只是这会儿怀有身孕，家里那些人也不安生，她得守着。等我这次回去之后，断了那些旁支的手脚，你娘就能轻松一些。下次我们一起来看你。还有你见过的姚成，这是蓝安庆的儿子，你先前见过的。去年回去之后就被我扔到一个偏远的庄子上了，现在寄住在庄子上一个农户家里，我们没有再管过。爹知道你心地善良，不过你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他蓝安庆的儿子一定要体会一遍才行。先前是爹没本事，不知道你吃到了那么多罪，现在知道了先前的事情，绝对不会让那2个人的孩子再留在姚家了。孩子，放心，爹不会让蓝安庆那2个畜生好过的，就算是死了也不得安宁。爹你真好。乖啊，爹对不起你，爹来得太晚了，就连替你报仇都找不到仇人了。小嫂不要怪爹爹啊，等到了以后下了黄泉，我还是会找他们替你出气的。爹，不说这些不吉利的，什么黄泉不黄泉的，咱一家人都好好的就行。是，都听我家小草的，不提那不吉利的。小草，你怎么哭成这样了？我没事的，小叔。冯二爷今早不是去献学吗？怎么这会儿还没走？我让蓝顺替我告假了，毕竟魏老爷和蓝二爷今天要离开，我作为主人总是要送行的，要不然多失礼啊。孩子，我走了之后你就在家里乖乖的呀，晚上不要往外跑，外面坏人多，别跑丢了。出门多带几个下人，不要嫌麻烦。我和你娘明年就带着孩子来看你，到时候如果你想跟我们回姚家的话，就一起回去。你师母那边也不要什么事儿都揽过去，你还是个孩子，有事记得找大夫。晚上不要雕刻看书，对眼睛不好。知道了，爹，你在路上也要照顾好自己。箱子里有我给你准备的常用药，万一遇到什么情况，
可以打开看看。你不用担心我这里能用的人多，一个个都很听我的话。我的功夫又这么好，不会被人欺负的。让你要好好养身子，等我有空了就去看你们。累了就歇歇。那么多铺子里的事情也不能一下子处理完，千万要吃好睡好。这丫头是我们家的该多好呀。这还不简单，反正你家老二不是也大一些了吗？自己生一个去。你可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快走。是。我就知道这个魏康是个不老实的，我还在眼前呢就把小草给抢走了，不行，得把小丫头给留下来，不能让她就这么被带走了。爹，你带我去哪里？跟爹回家好不好？暖草没有说话，就这么盯着魏康。他虽然有些舍不得魏康离开，但是却也是从来没想过要和他一起回姚家。好吧，爹知道你的意思了，就送我到城外好了。女儿原本就打算送您出城的。小草，小叔，你没事吧？别怕，小叔来接你了。小叔放心，我送爹到城外就下来。真的？真的，我刚刚和爹爹说好了，送他到城外。放心吧，方二爷，小草不愿意，我是不会带他离开的。哼。好了，小叔，别气了，我爹就是舍不得我才这样的。我不是生气，我是吓的，刚刚真的以为要失去你了呢。抱歉啊。希望魏老爷下次不会这样，免得吓到这丫头。很快，一行人就出了城。回去吧，明年爹再来看你。爹，我等你。小草，别哭了，要不然下次去府城的时候带你一起，这样你就能去看看他们了。我们什么时候去府城？小叔不是还要读书吗？嘿嘿，我自有安排，到时候你只管跟我一起就好了。哦。你在家乖乖的照顾好自己，医馆那边有齐大夫和乔家夫人呢，不用扛太多事情，尽心就好。在家里要好好吃饭，闷了就去你爹新买的院子里看看，反正大河最近天天都会过去。我下次周末了带你去庄子上玩，刚刚和你说的去府城是真的，说不定明年就可以去呢。放心吧，小叔，我能照顾好自己的。要不如果你实在难受，要不我带你去献学吧。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小叔可以带我去献学？你想不想去献学？代替来顺过去当我的书童，可以玩几天。这样不好吧，小叔，那里可是读书的地方，这要是让那里的先生知道了，您可是要受罚的。你先前不是跟着绯月学过易容吗？扮成个小书童就行，如果不适应就先一步离开，反正你也知道献学不远处就是李管事现在住的院子，你以前也住过的。虽然我想去献学看看小叔读书的地方，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平安哥去了京城照顾师傅了，师母也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至少现在得守在医馆那边。等师母把娃娃生出来了，我再跟小叔一起去献学。其实我也想看看献学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正好这段时间可以熟练一下易容术，免得到时候在献学里露馅。那好吧，既然你想先留下，那就先留下好了，以后什么时候想去了我就带你一起，反正你现在还小，扮成个小子也没什么的，再大一些就行了。好。陈婶，师母她怎么样了？我听到她的声音了。夫人她没事，正在生孩子呢，你不要进去哈，在外面等着就行。生了，师母生了。对，师母生了，太好了，至少等师傅和平安哥回来的时候，我也能交差了。孩子怎么还不抱出来呀？也不知道师傅生的是男还是女。不知道哎，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怎么还不出来？我好想看看刚出生的小娃娃是不是和我小时候一样的可爱。我听嬷嬷说，刚出生的小娃娃
都有些皱吧，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蔡婶，我师母生的是男娃还是女娃？是啊是啊，我好想看看呢。两位姑娘久等了，夫人生了个小少爷，只是现在还太小，见不得风，等再大一些了，再让两位姑娘看。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师傅？是呀是呀，我们有些担心师母呢。最近这2天只怕不行，夫人刚生产完，身体还有些虚弱，两位姑娘先休息一会儿，老奴要去隔壁请刘大夫过来。好在刘大夫先前一直等在隔壁，这会儿蔡婆子一过去，他就提着药箱过来。刘叔，师母她怎么样？还是小娃娃？你们2个小丫头放心好了，大人小孩都好好的，只是你们师母现在还有些虚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那可太好了，我以为这个时候请大夫是有什么不好的呢。真想看看小师弟长得什么样子。我也想现在就见到小师弟。我打算以后教小师弟爬树、练武、骑马、打猎。小草，你太过分了吧，这些全都教小师弟要占用很多时间的，那我还玩什么？要不你跟着小师弟一起学，我不嫌多教一个人的。不行，我回去跟我娘商量商量，看看有什么本事可以教给小师弟的。师母，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疼不疼？没事，现在好多了，别怕。我没有怕，就是心疼师母，这次遭了好大的罪。好孩子，不怕啊，女人就是这样，早晚都要走这一遭的，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放心吧，我没事。师母，你吃过了没有？这2天胃口好不好？我早上带来了刘婶炖了一晚上的汤，正适合您现在用的。你这孩子就是贴心，总能想到师母。正好我也饿了，让蔡婶给盛出来吧。一会儿师母多喝些，如果合胃口的话，我让刘婶多炖几次。我这里厨房也天天炖着汤呢，况且孩子现在都生下来了，我的胃口也不像前几个月那么挑剔，一直麻烦你和刘婶也不好。只要师母喜欢，我就不怕麻烦。况且那些饭菜都不是我做的。你这孩子真是贴心的让人心疼。师母，我小师弟呢？怎么没有见到？我今天可是专门给小师弟带了礼物来呢。孩子被嫂子带到隔壁屋睡觉呢，昨天晚上可是闹了一晚上。小师弟一直在哭吗？每个孩子的脾气都不一样，你的小师弟只怕是个暴躁的。师母，我想去看看小师弟，可以吗？行，你想看就自己过去吧，就在隔壁呢。那师母好好吃饭，我明天再来看您。这孩子他好小呀，果然红红的，有些皱，看不出来像谁。哎呀，他的手好小呀。他的嘴动了一下，做梦了吗？也不知道能不能抱，我的力气这么大，一定能抱动小师弟的。可惜不能吵醒这个小家伙，也不知道他醒来是个什么样子。看了一会儿熟睡的小师弟，兰草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便留下自己新刻的平安玉锁，这才轻手轻脚离开了，往屋外走去。我刚刚忘记给师傅传信了，我写封信，你帮忙传到京城去，也让师傅高兴高兴。那姑娘先吃饭，你把信写好了就送出去。好吧。飞月你回来啦！姑娘，属下回来了。飞月快起来，回来就好，我都盼了你好久了呢。让姑娘担心了。给我说说，你这一趟西北之行，大叔怎么样？他的伤好彻底了没有？还有你有没有受伤？先前说起大叔遇袭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姑娘别着急，属下这就把西北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
都讲给您听。那你快说快说。属下刚到西北时，一切都正常，带过去的物资也妥善存放，并派了许多亲信守着。那天我去军营找丰年辞行，却发现他被人从背后射了一箭，而且那箭尖上还是抹了剧毒。好在他身上有姑娘您先前送的保命药丸，才算是把人从鬼门关上救了回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由明转暗，揪出这幕后指使的人，希望将他们一网打尽。斐月简单说了一下丰收当时受伤的始末，表示伤势早已经恢复，这会儿已经在沙场上跟人拼杀了。老爷子现在坐镇西北，大叔还不能回来吗？放心好了，现在有老爷子在，你大叔可比先前轻松了不少，今年过年就能回来陪你了。真的？那是当然，我这里还有他给你写的信呢，他说今年一定会回来陪你过年的。我就知道大叔不会一直丢下我的。好耶，一起过年。怎么，姑娘不打算现在看信？一会儿再看。你再给我说说西北的事情，害大叔的那些人都收拾了没有？他在那边不会再出事了吧？放心吧，主少也派了人去西北，会护上他的。这样啊，那我就放心啦。姑娘只管放心，这次有老爷子在西北坐镇，还有国师府的人，那些人想要害丰年可没那么容易。我听大河说你这次回来还带了一个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人。我带回的那人叫丰硕，是丰家大房的孙子，出生在西北。当年丰家遭难时，他侥幸逃过一劫，不过也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的身份可是老爷子和丰年全都证实过的。丰硕，那我是不是得叫哥哥了？他多大了？是的，现在啊，他才是丰家孙辈里的大少爷。我这次把人带回来，也是受老爷子和丰年所托，想请大夫瞧瞧，希望能治好他的病。丰硕哥哥真可怜，大少爷的身份也保不住了。嘿嘿，我一会儿就写信告诉他，哥哥先是比小叔矮了一倍，这会儿丢了大少爷的位子，嘿嘿，可真够憋屈的。姑娘大可不必这样幸灾乐祸。嘿嘿，没事，哥哥又不在，相信他知道丰硕哥哥归家一定很高兴的。对了，丰硕哥哥的病究竟怎么样？很严重吗？这么多年一直在牧场里生活，吃住都在羊圈里，只喜欢羊，谁敢动他的羊，他会跟人拼命的。两人正说着话，忽然听到后院传出大白和小白那有些惊慌的叫声。哎呀，坏了，忘记大白和小白在后院了。他就是……没错，就是他。要不姑娘您还是先回屋吧，我去把人安顿好。啊？为什么？冯硕，快回去洗澡。羊跑了。他们的家就在那里，不会跑丢的。你先去洗一洗，一会儿再带你看羊。羊不跑？他们不跑的，放心吧，你收拾好了再找他们玩。姑娘看到了，那就是丰硕，今年16了，看不见羊的时候有些憨傻，只要一见到羊就有些疯，非要把羊聚到自己身边。他跑得还挺快。找到丰硕之后，我又让人回去查了一下，他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那个牧场的羊圈里，就算是遇到牧场转移，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后来我们才查到，他爹当年就是在那一片出事的，他记忆里最后清晰的片段就是那里。那牧场转移之后他怎么生活？好在那牧场的主人家是个心善的，离开时都给他留下了不少吃食，再加上丰硕也不是完全没有生存能力，也能讨来一些吃食，算是坚持到来年牧场又转回来。后来我们在牧场里挖到了丰硕他爹的遗骸，就在那羊圈里。这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没想到丰硕这么多年都不离开那里的原因竟然是这个。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丰硕的病治好的。这也是我这次带他回来的原因。封家的儿郎不该这样浑浑噩噩的苟且，就该堂堂正正，肆意张扬。姑娘，老奴瞧着翡月姑娘这似乎是嫁人了，也不知道她的夫家是什么人家。啊，翡月成亲了？刚刚也没听她说呀。嬷嬷不会看错吧？她嫁给谁了？老奴在宫里大半辈子，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些，自然是不会看错的。那我回头得问问，也好备上一份礼送上。毕竟翡月这么长时间可是很照顾我的。费嬷嬷又陪着兰草说了一会儿话，这才起身离开。正好这会儿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便将那封信拿了出来。其实这封信里丰年只说了3件事。第一就是说了自己伤已经完全好了，别让兰草担心。第二就是他和翡月在西北成亲了，老爷子亲自提的亲。第三就是安排丰硕回来瞧病的事。没想到他俩还真的成了，也不知道翡月以后还追不追这大叔打了。原来翡月就是大叔多年前的未婚妻，他们小时候就认识。哼，我知道大叔为什么老挨揍了，翡月一定是怪他没认出自己。那我以后可不能给翡月叫姐姐了，那是不是得叫娘呀？毕竟我都决定要改口给大叔叫爹了。头疼，要不明天试着叫翡月一声娘？也不知道我如果叫娘了，翡月是个什么反应。这下好玩了，我们家的称呼更加乱了。不行，他不能再住在我院子里了，得让人把主院收拾出来，让翡月住过去。走，我们去找嬷嬷去，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嬷嬷，我们家有喜事啦！姑娘，是什么样的喜事啊？让老奴也跟着她乐呵乐呵。咱们家终于有女主人啦！什么？女主人？那不是姑娘您吗？哎呀，我没讲清楚。大叔在带给我的信里说，他和翡月在西北成亲了。这门亲事是老爷子亲自上门提的亲，国师傅那边也点头同意了的。以后翡月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啦。哎，这确实是一件大喜事，家里可算有女主人了。姑娘以后也能松快一些，只管开开心心过日子就行。是啊，姑娘，您这是打算庆祝一下吗？需要准备什么？我打算让翡月挪去主院住，不过在这之前还要让嬷嬷把主院收拾装扮一番。这是应该的，不过老奴觉得这事您还得跟二爷商量一下，毕竟他也是家里的主子。其他的老奴这就先去准备着。那我今天傍晚和石头一起给小叔送饭，到时候把这事儿告诉他，还有丰硕的事情也要告诉他。那属下一会儿去告诉刘管家一声，到时候到了送饭的时候来喊姑娘一声。你顺便喊香菱和大河过来，主院那边也是要置办一些东西的。还是让玲珑先去找人过来吧，老奴倒是知道要准备些什么，不过得劳烦姑娘动手记录。那行，玲珑在我房间取一套笔墨来，我记下来了，再让大河他们去置办。我先前以为布置新房只要剪2个喜字一贴，换一床喜被就行了，没想到居然要准备很多东西呢。不过这个确实得记下来才行。姑娘，既然您和翡月都是上了封家家谱的，那就该按照封家的辈分来称呼，这要是不变的话，与理不合啊。嬷嬷，我不在意什么时候改口，大叔也不会在意这个，只是我怕翡月不乐意我喊他娘，毕竟人家才刚刚成亲，就有我这么大一个女儿啦。
姑娘说的是，这事儿还得看绯月的意愿。不过老奴认为她不会不乐意的。这事儿以后再说，现在还是想想怎么装扮主院吧。那里可是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等着呢，嘿嘿。真的？这样会不会不好啊？没问题的，不信咱们一会儿先过去瞧瞧。行，一会儿交代完大河他们要去忙的事情，老奴陪您过去一趟。两人正说着话，玲珑就带着香梨和大河过来了。听着费嬷嬷嘴里说的一件件物品的名字，香梨和大河还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姑娘，这些东西看起来像是成亲要用的，可是咱家似乎没有人要成亲吧？谁说家里没有喜事？快去外面采买吧，记得都要最好的，买回来都放在刘管家那里。香梨，绯月在他屋里没？是不是还睡着呢？灰姑娘，绯月姐姐这会儿还睡着呢，大根是赶了这么多天路，太累了，屋里一直没有动静。那你先回去守在院子里，如果绯月醒来问起我，就告诉他我去给小叔送饭了，让他多睡一会儿，晚上给他接风。姑娘今天亲自过来，可是有事要找二爷，要不要小的这就进去找二爷出来啊？行，你找小叔出来也行，我确实找他有事要商议。啊，那姑娘您稍等，小的这就进去找二爷出来。姑娘，您要不要进马车里歇一会儿？不了，马车里有些闷，在外面吹着风还挺舒服的。小叔，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还是大哥从西北带消息回来了？我们到马车上说吧。行，等来顺出来了咱们就回去。啊，小叔，你别担心，家里没出事，是有2件喜事，我特意来告知你一声的。喜事？还是2件？第一件事就是大叔和绯月在西北成亲了，第2件就是绯月这次给你带回来了一个侄子。真的？大哥成亲了，太好了！是啊，是老爷子亲自提的亲，我可是你最亲的小侄女，有了侄子之后可不许忘了我的好。这还用说，你是我最亲近的小侄女，其他人都越不过你去。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你瞧，丰收也是我侄子，我对他可远没有对你好。话可不能这么说，丰收可不只是你的侄子，在秦家还是你弟弟呢，这个不算。嘿，你这丫头居然不相信我！丰盛这会儿才想明白这其中的关窍，原来是绯月又带回来一个侄子，这丫头有些坐不住了。呵呵，真是个孩子。结果大嫂，绯月被丰盛这突如其来的一礼给弄得有些无措。大嫂，听小丫头说你这次带回来一个大侄子，他人呢？他呀，先前让人带去客院休息了，估计这会儿也该过来了。姑娘，客院里没有找到唐少爷的影子，院里的下人都已经找了有一会儿了。啊，人跑了？他去哪里了？多派些人去找。我猜他一定是去找大白和小白了，先前刚到家洗澡的时候就跑出来一回，这次一定是去找他们了。他们这急匆匆往后院去，难不成大侄子还能在后院不成？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不过先前唐少爷刚回来沐浴的时候，似乎是听到大白和小白的叫声了，连头发都顾不得擦，就湿漉漉的跑出来追羊。大白，小白，2只对着几人轻叫了一声。感情他们2个没良心的还护上了，咱家那么多白菜都让他俩白吃了。我就说他俩今天怎么不出来，原来是把大哥当成同类了。这也难怪，风说在牧场的时候跟羊生活了至少10年，估计都腌入羊味儿了。这2只憨憨只怕是当成同类来护着了。真是个憨的，客院好好的床不睡，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呢？丰硕，闺女儿看你的了，把你的2只宝贝带走。好的娘。大白小白快过来，
有好吃的和好玩的哟。羊，别跑！枫树，你怎么睡到这里了？羊，哎，走吧，带你重新梳洗，然后我们去吃饭。枫树，你就坐在这里，不能蹲地上呢，要不然就带走这2只羊。听了斐月的话，枫树似懂非懂地眨巴了一下眼睛，这才僵硬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不敢动。他先前从来没有坐过椅子，还不习惯。我在路上也教了几次，只不过他依旧习惯坐在地上或者蹲着用饭。大嫂放心吧，韩大夫的医术极高，明天一早啊就去请人过来给他看看。好。婶娘，主院那边我已经让嬷嬷收拾好了，以后您这个封家女主人可不能跟我挤一个院子了，得住到那边去。啊？我可是想守着少主的，这么一搬走还怎么守着？大嫂别犹豫了，您住主院是应该的，如果继续住在小草的院子，家里的下人也不服不是？最后斐月还是在几人的劝说下，由香桃陪着朝主院走去。大白小白，你们去陪着大哥吧。走。放心吧小白，明天一早就回来，我给你们好吃的。2只羊听到兰草的话，这才放心地跟着枫树离开。妈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呀。香桃，这是不是你家姑娘雕的？这次居然弄了一个这么大的，还怪逼真的。刚刚是真的吓了我一跳，以为丰年就活生生站在我面前呢。不得了啊，你家姑娘这手艺可是越来越精湛了。大夫人，奴婢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先前还以为是屋里闯进陌生人了呢。香桃是没见过丰年的，因此并不知道这木雕的样子像谁。还挺有意思。丰盛、小草，你们来了，快进来坐。是不是听到刚刚的动静才过来的？大嫂，您没事吧？你们放心吧，我没事的。倒是香桃刚刚被吓得不轻，惊扰到你们了。呵呵，香桃明天去刘管家那里领1两赏钱，就当是给他押金了。至于那个木雕，原本就是小草想念大哥时雕的，时常给他换衣服、头冠什么的，闹着玩。大嫂不喜欢的话，我们带走就是了。啊，这么快就要带走了？不能放在这里吗？娘也喜欢这个吗？这是我特别想爹的时候雕的，我怕爹这一去好几年，我会忘了他的样子，才想到的主意。小草可真厉害，雕刻手艺比先前不知道进步了多少。我见这木雕的胳膊、脑袋、腿都是能动的。兰草被夸得心花怒放，准备拉着斐月再说些什么。大嫂，时间不早了，我们就不在这里打扰了，您早些休息。这丫头我直接送回去就行了。哎呀，小叔，我还有话没有说完呢。你这丫头也不看看什么时辰了，有话明天再说。大嫂他们赶那么长时间路，一定很累了。我也困了，是该回去睡觉了。今天过来是打算请韩爷爷过去帮我大哥瞧病，他独自一人在西北生活了10多年，先前吃了不少苦，这会儿有些憨，我们想先给他调理一下身体。放心吧，丫头，早些年老夫我也是见过这样的病人，调理的过程虽然有些缓慢，不过还是有效果的。只要不是那种吃傻到失了神智的人，都是有恢复的可能。真的？我大哥的病可以治好？这具体的也要看每个人的病情。一会儿我过去把完脉了再说。那倒也是。石头，你快把寿少爷请到堂屋去，好让大夫给他瞧病。是。韩大夫，我这大侄子的病情究竟怎么样？有起色得多长时间？他这个病看起来并不严重，先前也是伤到了头，才会有些很傻。调理得当的话，2-3个月应该会有变化。
如果想要彻底恢复，这个说不好，不是所有人都能彻底恢复成正常人的。不过你这侄子这病其实不算严重，你也不用太过忧心。韩大夫，我这大侄子可就交给你了。这是自然，老夫既然接了这个病人，自然是要负责到底的。不过老夫记得飞统领你先前可是没有家人的，这哪里来的大侄子，居然让你堂堂一个大统领这么伤心呢？他是我男人的侄子，当然也是我的侄子了。你居然嫁人了？谁会这么有福气娶一个大统领？快收起你那乱七八糟的想法，本统领成亲可是主上同意了的。这老头怎么越来越不靠谱了？刚刚那什么眼神？难不成以为我是和人私奔的不成？真是的。这样啊。大哥，你今天可真厉害，针灸的时候一下都没挣扎，好样的。谢谢妹。然后不等兰草再说什么，一把抱着自己的小羊羔就往后院跑去。他这是去干啥呀？大哥现在真把自己当成羊倌了。要我看呢，你们确实应该把人带出去转转，或许能恢复得更快一些。毕竟他以前生活在大西北，那里大天大地，很是辽阔，一直待在这后院里啊，也实在憋闷，不利于病情恢复。可是我们带大哥去外面走走，那谁给他针灸？虽说我这段时间也学了一些，但是没有韩爷爷您在身边指点，我始终不敢下手。我当然是跟着你一起了。那您走了，医馆那边怎么办？现在可是有许多病人都是冲着您才去的医馆呢。啊，那不是还有我那大孙子呢吗？要知道他以前在京城就能坐堂了，有他在呀，再加上刘大夫和王大夫，医馆乱不起来的。那我们去哪里？哎，你有什么好地方没有？听医馆那几个家伙说，你可是经常出去的。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居然都没发现我进来。娘，我们在说可以带大哥出去玩玩，有利于他恢复。整天总是在后院放羊，太憋闷了，不如带出去放松放松。先带风说去庄子上住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如果想去山上住的话，我们再一起上山。好，就这么定了。药材的话我们这边会准备的。行。寿少爷的速度还真是快，咱们才刚刚安顿好，他竟然出去放羊了。啊？啥？那人是大哥？我瞧瞧。大哥，你什么时候出来放羊的？还有你这身衣裳从哪里来的？我记得你没有这样的衣裳呀。衣裳换的，放羊好。换的？跟谁换的？你身边的人呢？用七宝换的。你把七宝换给了别人，就换了这么一件破衣裳。七宝可是刚刚给大哥安排的贴身小厮，怎么就这么不受待见？还不如一件衣裳一顶草帽。他换去当女婿。嘿嘿嘿。啥？你把贴身小厮换成别人当女婿啦？大哥，你是不是不喜欢七宝？太吵，不让放羊。还是让人去看看他把七宝换到哪里了。不行就找钟头问问。是姑娘，那你小心一些，属下传个话，很快就回来。他会飞？那是轻功，大哥想练吗？练成了你也可以飞的。我也能飞。
能带着羊飞吗？只要你好好练武，以后还是能带着小羊飞的。能保护我的羊吗？自然能保护的，你瞧瞧大白和小白被我保护的多好。那我练。哥，你不喜欢七宝伺候你吗？喜欢，他给我吃饭吃肉。那就好，要不然我就真的要把他换走了。不换。好。少爷，鸡宝少爷，下次不要这么玩了好不好？七宝都快急死了。在哪里找到的？他被捆起来扔在草堆里呢，有些狼狈。谁捆的？硕少爷干的。秀啥？还发生了别的事情？那家人有3个儿子，1个女儿都没有。硕少爷也真能想，居然让七宝给人家当女婿，还把人捆起来堵住嘴，放在那家人地头的草堆里。一会儿回去多给七宝几两银子，他真是受了委屈了。下次可不能让大哥这么乱来了，以后想放羊就放，估计等他的病再好一些，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大哥，要不然我们先回去用饭，大白会领着他们吃草的，不用担心。真的？真的，不信你看。大白，带着他们去溪边喝水。大白和小白应了一声，然后一前一后就带着那群羊朝着溪边走去。他们会放羊？走吧，大哥，我们先去摘一些水果，然后就回去吃饭。好吧。韩爷爷忙着呢。那可不，刚刚把药房重新整理了一下。你怎么过来了？过来给您送些水果，这是我刚刚在果园里摘的，很好吃。顺便请您去用饭，刘生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走吧，我们去吃饭。小辉。哎呦，真没想到小草你家居然有这么精这一只猴子，这几零件儿都快成精了。为什么我以前在山里见到的猴子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贪吃就是顽皮，完全没有你养的这只有灵性啊。小辉自然是听出来韩大夫对自己的夸奖，只是丢给对方一个笑脸，然后又继续转回来讨好兰草。来，小慧是吧？你喝不喝酒啊？要不要来一点？来，小辉啊，你那是空杯子，我给你倒一些。小辉也不客气，绕到韩大夫身边。我的杯子！我才一会儿没看着杯子就被人拿走了，实在是太可恶了！下来，还我！小辉坐在墙头，对着风硕笑的那叫一个龇牙咧嘴。我刚刚明明想喝杯子里那些酒的，这会儿要一个空杯子有什么用啊？刘婶赶紧又给风硕重新送了一个杯子，有些混乱的场面才算是平息下来。丫头啊，咱下次还是分开吃饭的好，老头子我有些受不住啊。不过好酒可不能少啊。也行，以后把您的饭放到隔壁院子里，你也能清清静静用个饭，这样太闹腾。你这酒确实不错，放在京城里呀，也是能排得上号的。韩爷爷喜欢的话，我经常送您就是啦，反正是自己酿的，不费啥事儿。那可太好了，丫头啊，你放心，老头子我也不白喝你这酒，只要是你想从我这里学的，老头子绝不吝啬，一定倾囊相授。韩爷爷答应收我为徒啦？他还是希望对方能收自己为徒。你先前不是已经拜了齐天明为师了吗？我看呢，咱们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其实师傅他一直没同意收我为徒，也没有行过拜师礼。不过我先前一直那样称呼他，毕竟他也曾经传授给我医术，细心教导过我。这样啊，那我就跟齐大夫一样，只教导你医术好了。你想怎么称呼都行，只要好酒管口就行啊。不过你放心，传授你医术方面，我也绝不藏私。兰草心里虽然有些失望，对方不肯收自己为徒，不过也不强求。也许我学习的时间长了，韩爷爷就改变主意了也说不定。吃过这顿饭之后，兰草一行人就算是在庄子上安顿下来了。从第二天开始，大伙的生活也开始逐渐规律起来。兰草每天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韩大夫身后，给他打下手，处理药材，学习针灸，背医书，看病案，听韩大夫讲他行医时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相信你多带几条鱼回去，师傅想吃清真的，我想吃糖醋的。呀，小叔你来啦！小丫头，庄子上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吗？这两人真是太坏了，刚刚那鱼儿明明已经咬够了，竟然就这样被他俩给吓跑了。哎，你们两个吓跑我的鱼了，怎么赔？师傅，要不我一会儿捞一条还你？哼，不行，老头子我坐在这里这么长时间，能钓上一条鱼多不容易啊，光赔我一条鱼可不够。要不我请韩老喝酒，就当是赔罪。惊走韩老的鱼可真是不该，都怪小子刚刚没注意。你请？什么酒啊？不是好酒可不喝啊。自然是好酒了，都是这丫头珍藏的，再配上韩老年钓的鱼，简直就是绝配。甚好，甚好。小叔请喝酒，为什么是我的珍藏？小叔都开始算计我了。怎么不乐意了？哪有，就是感觉有些亏啦。不是咱俩一起赔罪的吗？为什么只有我拿出珍藏却能喝酒？哪有，你出酒我出人，这不就能让老爷子开心了？以后教导你也能更用心一些。不管怎么说，小叔想要喝酒，那是想要多少有多少。我就知道没白讨你这丫头。瞧瞧这是什么？嘿嘿，小叔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啦？真好。我还买了一些别的，都放在你房间里。你说说我的身体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变化？变化不太明显，不过他比刚回来时好了许多，说话不再是两个字往外蹦，对着一群羊也没有先前那样执着。不过还是天天出去放羊，不过有大白和小白，还有七宝六根看着，不会出事的。主要是他也不太敢在老大夫面前用别的药，毕竟空间里许多药丸他都只是知道名字，不清楚功效的。现在只能让风硕多喝清泉水了。只要有希望治好就行，咱们慢慢来，不着急。小叔，你明天休沐吗？是啊，明天休沐，自己在家里没意思，想着你们都在庄子上，就直接跑来了。那正好在庄子上放松放松，就算是美美的睡一觉也是可以的。放心吧，今晚跟韩老喝过酒之后，一定能睡个好觉的。那你也不能喝太多，头疼。你这丫头，就放心吧，我也是看在韩大夫仔细教导你的份上才这样的，要不然我可舍不得拿你的酒做人情。留神，饭马上好啊，硕少爷收拾一下就可以吃了。嘿嘿嘿，好。丰盛想喊着丰硕一起去韩大夫那里用饭。不去，坏老头。还是小叔自己去吧，大哥现在见到师傅恨不得藏起来，怎么会往他跟前凑呢？
实在是丰硕这段时间一直被韩大夫针灸，早已经怕了对方了，恨不得离他远远的。莫不是韩老就是给父亲治伤的那人？当初老夫啊，确实在国师府见过大将军，照顾过他一段时间，不过过完年没多久就离开了。来，喝酒喝酒。小子给韩老倒酒，多谢您对家父的照顾。好，那老夫就受了你这一句谢。说来还是老夫比大将军有福气，比他先一步见到心心念念的你。很好，很好。由于两人之间多了这么一层恩人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丰盛对韩大夫更加亲近了，时不时给对方倒酒加菜，倒是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二爷，您今天可是喝了不少酒，仔细着头疼。放心吧，小草的酒不会让人头疼的。明天不许喊我起床啊，我要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一早，丰硕那小子脸涨红了，怕是顶不住了。嘿，怎么不见丰盛那小子？难不成丰家真的要出一个弱唧唧的文人了？回老爷子，丰二爷这会儿还没起呢。小的听来顺说，丰二爷的功夫不错呢。我就说嘛，这堂堂武将家里怎么会出一个弱唧唧的文人呢？来顺，今天一早可是有什么事儿？姑娘晨练结束过来了一趟，知道您还没起床，便离开了，说是等您用完饭，让韩大夫给您把把脉。哪里就需要把脉了？不过是稍稍偷了个懒而已。小叔，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急什么？我好着呢，现在恨不得吞下去一头牛。我实在是今天起晚了，好饿呀。吞一头牛可不行，羊倒是有。可别，我可惹不起那个大侄子，敢抓他一只羊，他就能跑来跟我拼命。想来小叔是饿坏了，这些够不够？要不我再让人给小叔取一些。这些够了的。小叔，我带你在庄子上走走，然后再让师傅给你把把脉。走走可以，把脉就算了。我就是这段时间累了，想好好睡一觉，这才想着睡个懒觉的。那不行，这事我说了算。最后得到韩大夫给出的一个身体很好没毛病的答案，兰草这才彻底放下心来。我就说吧，身体很好的，天天练武哪里就那么容易生病，小草放心好了。把个脉总是好的，等我以后彻底掌握了把脉的技巧，就天天给家里人把一遍，从上到下一个不落。啊？师傅，你今天去钓鱼还特意换了衣裳。今天呢不钓鱼，跟几个老哥哥去摘水果，你不用跟着我。奇怪了，师傅怎么知道庄子上今天摘果子的，还跟那些人熟悉起来了？韩老想交个朋友还不简单，上去给人把个脉就能交到。这样啊，他决定以后学会了也这样做，说不定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呢。姑娘，京城来信了，快给我看看！师傅终于给我回信了，不知道他在京城怎么样，小师弟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胖一点？兰草看完信，久久不能回神。对方已经在考虑去太医院任职，还是留在摄政王府了。可见齐大夫这次是真的不会回来了。没想到这次却是真的分开了，后面多年都不会见面了吧？姑娘，属下要回城里了。为什么？姑娘，大河回来了，这次该换属下去集训了。对，我把这事给忘了。行，你回去吧，下次就换乡里去。那姑娘保重，属下过几天就回来。去吧。是。这段时间你可得照顾好姑娘，姑娘出门你也一定要跟着，
别让姑娘一直闷在屋里看书。大河，你也记着，姑娘先前一直喜欢打猎，你们可以陪姑娘一起去。我明明一点都不弱，为什么身边人一个个都那么不放心我呢？难不成就因为我年龄小？刚刚听大河说了一件事，不知道要不要告诉给姑娘。什么事？说吧。就是大河先前出城的时候，遇到了下河村那个村子上的人，说郭大爷病了。郭爷爷病了。姑娘，要不属下让人去庄子上看看，把郭大爷接过来。对，我跟你一起去把郭爷爷接过来，让他来这边养病。反正师傅现在只有大哥一个病人，也挺无聊的。姑娘，看样子守门的人已经睡了，属下去叫门。谁呀？有事明天再说。这人明显不是郭大爷，那究竟是什么人住在这里了？开门，快开门！哪个王八羔子不长眼，非要大半夜的敲门？不知道你病也累了一天吗？开门，有急事。呸！屁大点庄子上，那有什么事啊？犯得着大半夜来敲门吗？是你爹死了还是娘没了？你们是谁呀？走错地方了吧？郭大爷呢？我们找郭大爷。哼，你们找那老头啊？他现在不住在这里，你们到后面那一排房子找他吧。切，真是晦气！你们是什么人？居然在庄子上闹事！哼，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占了郭大爷的院子，真是找死！天杀的混蛋，敢欺负我男人，老娘跟你拼了！让开！滚出去！敢打我男人，杀千刀的王八羔子，太欺负人了！你是什么人？快放了我男人！居然敢绑我们！我要让表舅把你赶出庄子！你个遭天谴的玩意儿，大半夜闯进我家，就不怕我们报官啊？来人呐！表舅，你快来啊！传话，谁让你住在这里的？你把郭老头弄哪里去了？不要命的小崽子，老子被你害死了！妈的，老子就不该一时心软收留你这个祸害在这里。蔡老师万万没想到，自家这个表外甥的胆子居然这么大，在自己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搬进了郭老头的院子，还把那郭老头给弄到别处去住了，这可真是害死他了。郭爷爷，小草来接您啦！小草，是你吗？小草，是我郭爷爷，今天在城里听说您病了，这才想来看看您。去准备马车吧，我要带郭爷爷离开。是，姑娘。我这病啊会传染的，不能跟你进城了。郭爷爷，您别危言耸听了，谁告诉您这病会传染的？都是吓您的。真的，不传染。不用担心的，郭爷爷，你先喝点热水压一压，我这就带您离开。郭爷爷放心，我这几天住在县城外面的庄子上，您明天过去了，很快就能适应的。庄子上很好玩。是啊，姑娘这段时间在庄子上玩的可高兴了，还有韩大夫也在那里，他可是从太医院退下来的老大夫呢。您这病啊，很快就能好起来的。好，那我跟小草回去住一段时间。你要不要回先前的院子看看？你刚刚说有人住了我的院子，带我去看看。哪个王八羔子这么欺负我老头？郭爷爷放心，那院子谁也抢不走，您只管安心跟我回去调养身体就行。好，都听小草的。表舅，快，求你放了我吧。表舅，原来你是他的表舅呀。也就是说，这人是仗着你的事欺负我郭爷爷了。主子，你听老奴解释啊。庄子上有几个人调去县城的铺子里了，老奴这才让他们两口子到庄子上来的。
人是你弄进来的，先生气了没有？没有。大河，这事交给你了。是，姑娘，属下先送您回镇上，然后再回来处理他们。不急，明天一早再去处理也是一样。你今天赶了一天路，该好好休息休息，要不然明天可赶不回去。是，姑娘。板哥，把他们几个人关起来，再安排这几个人守着。不，你们不能关我，这都是我表舅交代我干的。你胡说，平白无故的，我怎么会让你干这缺德事啊？表舅，你可不能害我，我这都是听你的话才这样的。放开我，放开我！姑娘，老奴真的没有指示他干这样的事儿啊！你这个白眼狼，当初如果不是我，你早在老家被人给打死了，怎么还能好吃好喝的活到现在，居然反咬我一口啊！哎呀，老天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这安稳日子才过上几天呢！郭大爷，您老放心去养病，家里我替您守着，保证所有东西都好好的。是不是那两人毁了郭爷爷家里的东西？那倒没有，反而多了不少东西，就是感觉不像我的家了。放心吧，郭爷爷，这些大河都能处理好的，保证您的家一直是您的家。还真是麻烦小草你们了，这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啊。直到一行人出了镇子，兰草才有机会问起大河关于昨夜的事情。大河，昨晚那事你怎么处理了？灰姑娘，按照李管事定下的规矩，蔡老师发卖，吴大炳送官。主要吴大炳两口子的身契并不在咱们手上，没法发卖。庄子上的事儿，暂且由丁满看着。是不是要重新指派个庄头，就看姑娘您的意思了。那就先这样。既然是李管事早就定下的规矩，就按这个来。对了，属下还从蔡老师家里搜出了不少东西，足足有300两银子，这些都是他摸来的，银子已经放在马车里了。兰草的心情这会儿已经在自我怀疑了。我这个庄子并不大，看看几十亩地，居然能在2年时间里摊了这么多银子，就这我还是时常看他庄子上的账本的，结果就这。师傅，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担心你们了。来，还是先让我把个脉看看。郭爷爷，这是我师傅，您快伸手让他给您把个脉吧。开了对应的方子，很快汤药就熬上了。喝过药，郭爷爷也能美美睡一觉，我也能安心一些。姑娘，郭老哥先前是不是病得很重啊？您才亲自过去把人接过来的。其实郭爷爷的病倒不算严重，调养个几个月就没事了。倒是那庄子上有人心术不正，想要谋算他的院子和家财，郭爷爷被人算计了。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谋算郭老哥的院子？那院子可是姑娘您给建的呀。那人都被大河发卖了，还有2个送了官，就是让郭爷爷遭了罪，这心里怪难受的。姑娘您别这么想，这不是把郭老哥也接过来了，咱把他的身体慢慢养好再说其他。只能先这样了，以后就让郭爷爷住县城里，也能就近照顾一些。